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中，有一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神书。这本书不太好懂，但是它畅销了120多年。身边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街边的大爷大妈都听说过，那就是我们即将为您播讲的这本《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创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这是一本研究大众心理学的著作。这本书诞生于1895年，在100多年漫长岁月中，深刻影响了弗洛伊德、荣格等学者，以及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等政治人物。直到今天，这本书它仍然保持着持久的影响力。2010年，法国《世界报》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联合推出了改变世界的20本书，其中就有《乌合之众》。截止2013年，《乌合之众》这本书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2018年12月21日，《乌合之众》入选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书单。这本书是否应当享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呢？我们当然可以提出异议，而且这本书的部分观点并不算严谨。比如他说妇女是没有进化好的物种，拉丁美洲人是较为低下的民族等等，但这些瑕疵无法掩盖乌合之众作为一本经典的价值所在。这本书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群体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听完这本书，你至少会搞懂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轻信谣言？为什么一旦加入传销组织，智商就会严重降低？等等等等。古斯塔夫·勒庞在100多年前提出，人类即将进入群体时代，决定国家命运的不再是伟人，而是群众自己；决定社会舆论的不再是精英报刊，而是群体意见。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在这个群情汹涌的时代，我们需要时时警惕，不断反思，保持清醒，理性思考。即将为您送上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著，翻译一言，播讲电台老张，敬请收听。第一集。1902年，来自作者的序言。在这一本书里，我们主要研究群体心理。作者告诉我们，一个种族因为遗传等原因，其中的每个个体会具有某些这个种族的共同的特征。种族的这些共同的特征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称之为种族的气质，或者是种族的性格。这些种族的某一些个体出于某种目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会变成了一个群体。我们通过观察这些个体聚集在一起这件事儿，可以发现，群体除了具有原先的种族的特征之外呢，同时还具有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而这些心理特征呢，与种族的特征相比较，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在书中，作者没有对民族下定义，但是呢，有直接使用了民族这个词汇。根据作者对种族的定义，结合百科上的资料，为您推导出民族的定义。这些既拥有种族特征，又具有新的心理特征的群体，如果因此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语言、历史，并且与种族的其他群体产生客观区别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群体称之为民族。作者指出，
在各个民族的历史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呢，这种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作者写书的那个时代，1895年，所有特征中重要的一点是，个人有意识的行为会逐渐的被群体无意识行为取代。作者用科学的方法对群体所引起的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作者所做的研究，他只考虑了方法是否科学合理，至于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反馈意见、教条、理论什么的，对作者是没有影响的。作者坚定地相信，只有抛开一切干扰，只考虑做事的方法，才是发现少数真理的唯一方法。尤其是我们所讨论研究的问题是大家都在讨论并且众说纷纭的时候，那就更需要这样去做了。科学家如果想澄清一些现象，证明一些问题，那么他就不会去管做这些事儿是否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否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或者打击。有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他在一本著作中这样说过，他不属于当代的任何学派，有时候他会发现他和这些派别的各种理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作者也是希望这部乌合之众是独立于各种理论之外的。作者认为，如果他属于了某个派别，那就必然要相信这个派别的一些偏见，还有可能被那些先入为主的意见所影响。为此呢，作者还是特别向读者说明了一下，为什么他的研究里会有一些猛地看上去难以接受的理论。比如，作者指出，一些群体，即使组成这个群体的人们都是一些杰出的人士，并且这个群体的精神极端恶劣，但是作者仍然会断定，就算是这个群体存在这种低劣性，可是如果你想去干涉他们的组织，依然会非常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通过细致的观察历史事实后，作者表示，所有的观察都在向他证实一件事：社会组织是复杂的，它就像有生命一样。如果让他们突然发生某种变革，我们的智力还没有这个能力，至少在作者的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大自然有时候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但是这种方式其实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方式，或者说越激烈，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从这方面来看呢，足以说明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致命的威胁是对重大变革的热衷，或者说总是想进行巨大的变革。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管这重大的变革在理论上有多么出色，只有当它能够立刻改变一个民族的气质性格，才可以说它是最有用的。但可惜的是，恐怕只有时间才拥有这种力量。作者说，人们的本性会使人们受到各种各样感情、思想和习惯的影响。我们的性格呢，会外在表现在法律和制度上，是我们性格的需要。而法律和制度是性格的产物，但是反过来呢，法律和制度自然是不能改变性格的。为什么说法律制度是性格的产物呢？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某个民族性格它比较彪悍，会经常产生一些肢体冲突，那么这个地区的法律就会将打架斗殴的惩罚降低。作者告诉我们，研究社会现象以及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在研究的过程中是不能分开的。以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它们似乎有着绝对的价值，但实际上呢，它们有的仅仅是相对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对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要分清楚先后的顺序，而且呢，要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会看到
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教诲其实经常是相反的。这种划分的合理性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材料，就连自然科学的材料也同样适用。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2集，我们如果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圆或者一个立方体，那都是由确定的公式加上严格的定义，从而形成不变的几何形状。可是如果我们从印象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几何图形却可以在我们眼前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变化。大家想想看，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物体，是否会有不同的感觉呢？并且如果从透视的方面来看，这些几何呢又增加了不少变化。立方体可以变成方形，再换个方向也许又会变成圆形，而圆形呢则可以变成椭圆，也可以变成直线。这些形状都是虚幻的，但是这些虚幻反而比它真正的几何形状有意义，因为这些虚幻的形状才是我们能看到的，能用照相机记录的，能够通过绘画描述下来的。作者说，这样看来，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的真理要多得多。在这里要特别加以解释，作者所理解的不真实的东西，个人理解其实是包含了无数真理的，只是这些真理呢，在作者创作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被证明而已。作者说，如果只谈精准的几何形状，那么我们对自然就有可能存在着部分的歪曲，我们会让它变得难以辨认。作者的这个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这是因为自然界不会只包含一个真理，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个真理，所看到的永远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面。作者说，我们可以这样进行一下设想，如果这个世界的人对物体只能进行复制或者翻拍，没有办法实际接触它们的话，那么对物体的形态把握就不会那么全面，他们就很难形成绝对正确的看法。进一步讲，如果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能够掌握关于形态的知识，那么这个形态就不会有多少意义了。作者特别指出，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哲学家们要时刻记住这一点，这些现象不仅有理论价值，更有实践价值，而且只有实践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息息相关，这种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对这个事实有了认识，在对现象做最初的结论或者总结的时候，哲学家们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会让他们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那就是社会事实如此复杂，以至于想要全盘掌握是不可能的，想要预见他们之间互相影响所带来的后果，那就更不可能了。作者说，除此之外，在我们能够看见的事实背后还隐藏着数不清的看不见的原因。我们可见的社会现象的诞生可能是某些巨大的无意识的机制造成的结果，可是这种机制呢，却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作者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将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感觉得到的现象比作海面上的波浪，其实这些波浪只是海洋深处某一个洋流传递到海面时的外在表现而已。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无意识机制，个人理解，在100多年前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
社会心理学的各种研究呢，还未必能够解释那么多的问题。当时他所提出的无意识，今天的诸多社会心理学书籍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理论上的破解。当然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作者说，就群体而言，他们的大多数行为在精神上都表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低劣性，而在另外一些行为中呢，又好像有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他们。古人会把这些称之为命运或者天意，而我们则把它们视为亡灵的声音。对于他们的本质，我们虽然不了解，但是却不能忽视他们的威力。在民族内心深处，有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他们。比如，还有什么比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的事物吗？但是这个组织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语言，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会来自于哪里呢？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名望的语法专家，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能够指出语言早已存在的规律而已，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创造规律的。就算是伟人的思想，我们能说那完全是由他们自己的头脑产生的吗？显然不能。虽然这些思想确实是从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头脑中产生的，但是这也是因为群体的禀赋形成了适合这种伟大思想诞生的土壤。毫无疑问啊，群体总是无意识的，但是他们强大力量的秘密也许就隐藏在这些无意识之中。自然界中绝大部分生物的行动是受本能的支配，但是这些行动的复杂性却是可以令我们拍案叫绝的。作者说，理性只是较晚的人类才有的属性，并且还不够完美，还不能揭示无意识的规律。理性想要站稳脚跟，还需要未来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无意识作用很大，而理性却没什么作用。无意识是以一种人们不知道的力量方式在起着作用。如果我们想要待在安全的范围内，不借助模糊的猜测和没有任何用处的假设，而是用科学的手段来取得知识，其实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留心关注那些我们接触的现象，并且所有的思考只针对它。当然，通过这些思考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成熟的，因为在我们接触到的现象背后，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现象，或者隐约能够看到的现象。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3集，引言，群体的时代。在这一集里，我们主要和各位谈到这样的几个问题：一、时代的演变；二、思想变化导致了文明的变革。罗马帝国的衰亡，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这些大的动荡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我们乍看上去，这些好像是因为什么外敌入侵呢、政治变化呀，或者一个王朝的颠覆而导致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事件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还有人民思想发生的大变革在起着重大作用。作者为我们指出，真正的历史上的大的动荡，其实不是那些让我们吃惊的宏大的爆裂的事情，只有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才是造成文明变革的重要因素。那些让人难以忘记的历史事件，
其实呢，是人类思想在不断的变化演变中，甚至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之所以这些重大事件是罕见的，是因为人类一代代传下来的思维结构是很稳定的。作者认为，作者写书的1895年的这个时代，就是人类思想正在经历转型过程的几个关键期中的一个。这种思想转型的基础构成需要2个基本因素，首先是政治、宗教和社会信仰的破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明所包含的要素都在这些信仰当中。其次呢，是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工业技术的大发展，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当然，过去的观念呢，虽然已经残破了、不完整了，但是它拥有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将要取代它的观念的新思想、新观念仍然还处于成型的过程中。所以作者告诉我们，公元1895年的这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一种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他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我们的社会背后会有怎样的思想观念。但是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的是，以后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路线进行组织，都必然要考虑到群体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是至高无上的，是无比强大的，而且是最终必然会留存下来的。作者说，过去是想当然的，在当今却正在走向衰落，或者在已经衰落的众多观念上面，在已经被革命摧毁的很多资源上面，作为取代者的唯一力量，群体的力量，在不久之后肯定还会和其他力量融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和古老的社会消亡的时候，群体的力量便成为唯一强大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呢，还会不断的壮大。我们即将步入的时代必然会是一个群体的时代。18世纪以前，引起各种事变的原因呢，还是欧洲各个国家的传统政策与君王之间的对抗，群众的意见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或者说作用很小。但是作者写书的这个时代，各种传统政策或者统治君主的个人意见已经不再起作用了。与此相反，民众的主张、群众的声音、群体的意见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正是由于群体的意见向当前的统治者表明了群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才让统治者在说话做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群众的意见。所以现在决定各民族命运的地方不再是统治者的议会了，而是群众的心理。群众的不同阶层正在步入政治生活，这其实是群众正在渐渐变成一个统治阶层。作者说，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过渡时期所有特点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选权的执行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普选权并不是政治权力转移这个过程中明确的特征。群众的力量之所以开始不断的壮大，首先是因为有一些观念在传播，在潜移默化中，这些观念慢慢的进入到了群众的头脑中。其次呢，孤立的个人慢慢组成群体和社团，这些社团努力的实现着一些理论上的观念。正是通过组成各种社团，群体掌握了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呢，是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即使这些利益有可能不是什么正当的，这些利益的界限却十分明确。同时呢，由于团结在一起，使得群众终于明白了自己拥有怎样的力量。
作者说，现在群众组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联合会，他们的力量让一个又一个政权甘拜下风，让当权者听从他们的意见。群众不管任何经济规律，他们组成工会，妄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开始支配政府的议会。议会上的议员们都是一些极度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家伙，所以最后他们变成了选出他们的那些委员会的传声筒。作者说，今天群众的要求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要把当今的社会完全摧毁似的。群众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是这种原始的共产主义也只有在文明出现之前的那段时间，原始社会才会是人类的正常状态。我们来看看群众都要求什么：明确限定工作时间，把铁路、矿场、工厂以及土地全部国有化，然后将全部产品平等分配，为了群众的利益，将上层阶级全部消灭。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4集，在这一集里，我们主要和各位谈到这样的几个问题：一、民众是如何崛起的？他们以怎样的方式在发挥威力？二、群体的力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群体呢，是不善于思考推理的，但是群体却总是会急于采取行动。群体目前所在的组织给了群体巨大的力量，诞生于这些群体的新教条我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教条所具有的威力很快就会同旧的教条一样。换句话说呢，这种力量将会是不容置疑的武断专横的力量。国王的身权将会很快被群众的身权所替代。有些作家呢，是与中产阶级利益一致的，他们很好地反映了这些阶级狭隘的思想、固守的观点、浅显的怀疑主义，还有过分的自私。当群体这种新势力的力量不断变大，在他们看来呢，是非常惊恐的。为了对抗人们已经混乱的头脑，他们向教会的道德势力发出了呼吁。虽然这种势力是他们过去嗤之以鼻的，他们跟我们谈科学是怎么破产的，让我们怀着忏悔的心情投向罗马教廷，并且提醒我们启示性的真理所包含的教诲。但是他们却忘了，现在已经太晚了，即使神宠真的打动了他们，这样的措施也根本不会对那些混乱的头脑产生和之前一样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经不怎么关心最近的宗教皈依者所关注的事儿了。当今的群众已经抛弃了诸神，这些神是群众的劝说者过去已经抛弃的，而且已经毁灭的神。不管是神界还是人间，恐怕没有这样一种力量能够让河水流回源头。科学是不会破产的，科学从未处于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也并没有造成群体这种新势力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科学承诺给我们的是真理，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一些知识。而且呢，科学从来没有承诺给我们和平和幸福，科学不关心我们的感情，也不关心我们的哀怨。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科学所摧毁的那些东西是没有力量能够恢复的。在所有的国家，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息，向我们证明群体的力量是在迅速的壮大的。我们过去有一种想法，认为群体的力量过不了多久就不会再增长了。可惜的是呢，我们这种想法
群体势力是不会理睬的，他们会继续野蛮地扩张下去。作者说，不管未来我们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要接受这种力量的存在。所有反对它的言论都将是没用的。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标志，很可能就是群众势力的出现。虽然这个阶段可能是混乱的无政府时期，但是这一阶段又是所有的新社会出现前所必须经历的。我们能够阻止这种结果吗？恐怕是不能的。作者说，到现在为止，完全摧毁一个破败不堪的文明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当然，这种现象不只存在于今天。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当一个文明建立所依靠的道德因素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它最后的解体一直都是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去执行的。他们被称为野蛮人是不无道理的。创造文明、领导文明的从来都不是群体，而是少数的知识贵族、知识精英。群体拥有的只是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永远都是属于野蛮阶段。而文明的高级阶段的表现要具备有很复杂的典章制度，能够从原始的本能状态转为或者是提升为思考的理性状态。所有的群体都能够证明，仅仅依靠他们自己，他们不可能实现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个。因为群体的力量，它的主要属性就是破坏。我们可以形象地使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群体的作用。群体的力量就像是细菌，它们只会用来加速致病、加速破坏或者加速分解尸体。作者说，当文明的结构被动摇，即将解体时，让它灭亡的总会是群众。只有这个时候，群众的使命才是清晰可辨的。那么这个时候，人多力量大就是唯一的历史法则。然后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的文明也会是这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所处的位置还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不管结果什么样，我们必然要屈服于群体的势力，因为群众的眼光不够长远，这就使得那些可能会使群体守规矩的障碍都被群体给清除了。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5集。在这一集里，我们主要和各位谈到研究群体对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重要性。群体正在成为热门话题，但是对于这些我们知道的很少。那些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者，他们的生活与群体的生活距离很远，所以他们很难对群体产生足够的了解。所以当那些研究者把目光转向这边的时候，他们认为可以研究的群体恐怕就只有犯罪群体了。毫无疑问，犯罪群体是存在的，可是呢，我们同样也会遇见敢于奉献、敢于献身的群体，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犯罪只是群体的一种极为特殊的心理表现而已。我们如果想要了解群体的精神构成，就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的犯罪达到目的。这就如同你想要去了解一个人，光了解这个人的犯罪行为是不全面的。从客观事实的表现来看，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所有的帝国和宗教的创建者，所有信仰的使者，以及那些杰出的政治家们，除了他们，甚至普通人中的一个团伙里的很小的头目，他们都是心理学家，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他们对群体性格的了解是出自本能，并且非常可靠。也正是因为这种了解，这种人能够很容易建立起他们的领导者地位。就像拿破仑一样，他对自己治理下的国家群众的洞察力就十分的独到。但是呢，拿破仑似乎对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完全不了解。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了解，导致拿破仑呢，在试图征伐西班牙还有俄罗斯的时候，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得他在极短的时间内由辉煌走向灭亡。现在有些政治家不想统治群体，他们只想着来自群体的支配不要那么过分就可以了。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恐怕最缺的就是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只有对群体心理有着基本的了解，我们才能够理解法律和制度对群体基本没什么作用，也就能够理解群体是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的，除非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只有对群体心理有着基本的理解，我们才能够知道，想要领导群体，不能根据平等学说的原则，而是找到一些能让群体动心的东西，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比如，一个立法者想要试行新的税制，他应该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征税方式吗？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其实在群众的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那么什么是最容易被人们容忍的办法呢？其实是不容易弄清楚，不容易弄明白，不容易理解的，并且是那种看上去负担最小的办法。所以间接征税，不管税率有多么高，群众总是会选择接受的。因为它只是每天从日常的消费品中支付一点点税，群体的习惯不会被干扰，并且呢，这种征税方法是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可是如果我们用工资或者所有的一切收入根据比例交税，那么就会一次性交出一大笔钱，就算这种税制只相当于间接税制的1/10，群众仍然会有无数的抗议。那么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一笔较大数量的钱刺激到了人们的想象力，而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零星式的税金呢，让人感觉不到。那种间接税制看起来不很重，这是因为它是一点一点凑成的，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是群众所不能做到的，因为它涉及到了长远的眼光和计算。这个例子呢是最简单的，而对于它的适用性，人们是很容易理解的。心理学家拿破仑就将它运用得很到位。作者说，但是现在我们的立法者对群体的特点全然不知，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经验去认识到以下的这一点：群众要采取行动，是从来不会接受纯理性的教导的。群体的心理学的实际用途还有很多。如果能够掌握这门学科，那么对于大量的历史还有一些经济现象，我们就能做出真实的解释了。而如果脱离开这门学问，某些历史问题就会变得不可理解，完全不可思议了。作者说，我将有机会证明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他对于法国大革命事件的理解是非常不全面的。原因是他没有想过群体的秉性，他没有对群体的心理做一些研究。作者说，在对这个复杂的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泰纳的研究指南呢是自然科学家的描述方法，而那些自然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对象动物或者植物，可是几乎不会受什么道德因素影响而真正构成人类历史主脉的恰恰就是这些因素。所以只从实践的需要来看，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就非常值得，哪怕只是出于好奇，我们也应该对它进行关注。因为
对人们行为的动机的破译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就像自然科学家确定某种植物或者某种矿物的属性一样。当然了，对群体的秉性，我们所做的研究呢，只能是一种概括，是一种简单的总结，我们也只能提供一些有建议性的观点，但是对它不要有过多的奢望。后来人将会对它做出更为细致完备的解读，因为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只是一片处女地的表层而已。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集，群体的普遍特征和群体思维。在这一集里，我们主要和各位谈到这样的几个方面：一、什么是群体；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如果我们从通常意义上去理解群体的概念，群体指的就是一群个人聚集在一起，不管这些个人都有什么样的职业，也不管他们的民族、性别是否相同，也不去考虑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只要是他们走到了一起，这就形成了一个群体。但是呢，当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群体这个概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它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组成群体的个人才会有一些新的特点，而且呢，这些新的特点与群体中的个人的具体特点是不同的。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样来解释，聚集成一个群体的人，个人的感情和思想会向着一个群体的方向发展，他们会有一个相同的指向，而且呢，当个人处于群体中的时候，他们的自觉性、个性就开始消失了。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拥有了一种集体心理。虽然这种集体心理呢，肯定是暂时的，但是很明显，这群人所表现出的状态有着很强的、很明确的特点。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性的群体，换个说法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心理群体，而这个群体呢，是受整个群体的精神统一定律所支配的。如果是一群人偶然站在了一起，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呢没有任何关联，就比如说1000个人同时站在一个广场上，或者是某一个公共场所里，但是呢，他们这种聚集没有任何相同的目的或者明确的目标，他们仅仅是站在一起。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说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或者更精准一点，我们不能说他们形成了一个组织化的群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根本就不算是一个群体，他们没有群体的特征。想要形成群体，就必须存在一个或者一些特定的前提条件。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个人自觉的个性消失，并且感情和思想要和其他人一起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这才是想要组成群体的个人所必须表现出的特征。只要这些人拥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甚至不需要站在一起，或是聚在某一个场所。比如说有这样一个特定条件，在国家政策或者国际大环境下产生了某种感情，这种感情呢，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个体，让他们都具备心理群体的特征。这个时候，这些个体个人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可是当再次出现一个小的条件或者某个事由的时候，
他们聚集在一起，满足心理群体必要的条件，也就形成了一个心理群体。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时候5-6个人就能形成一个心理群体，但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同样不能形成群体。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想要让整个民族聚在一起，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涉及到太多的个体。但是如果出现了一种霸道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整个民族呢，也同样可以变成一个心理群体。心理群体一旦在合适的条件下形成之后，它就会拥有一些暂时性的但又非常明显的普遍性特征。除了这些普遍性的特征之外，它还会具有另外一些附带产生的特性。这些特性的具体表现会由于组成群体的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时呢，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对心理群体进行合适的分类。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话，就会有这样的发现：一个意志的群体，也就是说由不同成分，比如说等级啊、阶层啊，或者是宗教而组成的群体，会很容易表现出与同质群体相似的特征。同质群体是什么呀？同质群体也就是由大体相同的成分，比如说等级、阶层或者宗教而组成的群体。但是除了这些相似的共同特征之外，它们还会具有一些不同的自身特点，从而使得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在深入研究这些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呢，我们还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如果让动植物学家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会选择先研究一个科的全体成员的共同特性，然后再将研究呢扩展到该科所包含的属、种不同的具体特性。这里所说的科、属、种指的是生物学名词，比如说猫科动物，比如说狮子花科植物。作者说，同样我们接下来在研究群体的时候也会借鉴这种方法。事实上，对群体心理我们是很难做出精准的描述的，因为它的组织可能会在种族和构成方式上都有所不同。而且呢，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也在性质和强度上各有不同，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变化的可能。同样的，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一个人走完自己一生的整个旅途，性格从始至终保持不变，这样的情况一般只会在小说或者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环境实现了单一性，才可能造成性格的明显单一性。作者在他另外的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性格的可能，只要环境的刺激到位，就会使人变化出不同的性格来。当然，作者的原话更严谨，我们来听听作者的原话。作者说，在我的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到，一切的精神结构都会包含各种不同性格的可能性，而环境的突然变化就会使得这些可能性表现出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也就能够很好的解释法国国民公会中那些原来很谦和的公民为何会成为后来最野蛮的家伙。在正常的环境下，他们是一些平和的公正人或者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呢，他们同样会恢复平常的性格，是一些安静并且守法的好公民。比如说拿破仑就在他们中间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最恭顺的臣民。
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7集，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有很多，但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选择、智力水平以及性格特点是相同还是不同，这里的事实是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就会相应的产生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使得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行为变得和自己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是存在于一个群体之中，有些感情念头是不会在个人身上出现的，或者说即使会有这样的念头，也不会付诸于行动。心理群体可以说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意志成分组成的，当这些意志成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新的存在，从而构成一个新的生命体，进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他们个体时所具有的特点存在很大的差异。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经说过，在形成一个群体的所有人群中，并不存在这些人群的总和以及什么平均值，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却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果。一个群体是由于产生了新的特点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组合，这就如同某些化学成分放到一起会发生反应，形成一种新的化学物质一样。新的组合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形成新群体的原本的个体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呢，已经加入了一个群体中的个人和完全孤立的，也就是没有加入群体的个人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不难证明，但是要找到他们之间为什么不一样，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要想继续研究这些原因的存在，我们就不能脱离现代心理学已经确认的一个真理：无意识现象不但存在于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呢，存在于智力活动中，并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重要作用。与精神生活中存在的无意识因素相比较而言，有意识因素其实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就连最细心的分析学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也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可以支配他行为的有意识的动机。我们有意识的动机主要是受遗传影响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心理结构中包含着无数的世代相传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这些共同特征展现了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在一些可以说明原因的行为背后，必然隐藏着我们无法说明的原因。也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一些隐藏的动机所造成的结果。种族的先天秉性是由无意识构成的，在无意识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具有十分多的相似性的，而造成他们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存在的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比如说教育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独特的遗传条件。事实上呢，人们会在智力上、智商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本能和情感方面，所有人都是很相似的。在宗教道德、政治、爱恨情仇这些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件事情上，就连最杰出的能人异士也无法做到比凡夫俗子有高明多少。我们举例说明，从智力水平上来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与他的司机相比，就可能会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他们的性格差异却可能非常小，或者几乎没有差别。这些普遍存在的性格特征主要是我们无意识的因素所支配。一个种族中大部分普通人可以说在同等程度上
都具备这些特征，也可以理解为正是这些特征的存在成为一个群体的共同属性。在群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是被削弱的，个性呢也同样被削弱了，这就是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特性品质占据了上风。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8集，在这一集里，我们主要和各位谈到这样的几个方面：一、为什么群体会拥有孤立的个体并不具备的特点；二、群体中的个人，他们的个性是否会消失？一个群体一般情况下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也是他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完成需要高智力的工作的原因。对于涉及普遍利益的重要决定，一般呢是在由杰出人士所组成的会议上做出的，但是呢，各个行业的专家们的意见事实上并不比一群蠢人的决定更加高明。实际上那些专家们在通常的情况下也只能用普通人生来就有的平庸才智来处理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可以说，群体中可以累加的一般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我们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群体，那么整个世界合起来并不会比伏尔泰这个个体更聪明更高明，相反，伏尔泰可以说比整个世界更聪明。如果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群体中的每个个人只是把他们拥有的共同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一起，那么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只能是明显的平庸，而无法创造出新的特点。那么我们最早提到的一些群体的新的特点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形成的呢？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真正研究的问题。对这些为一个群体所独有、孤立的个体并不具备的特点，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很多的。第一个原因，我们仅仅从数量上考虑的话，群体便会比个体拥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群体去发泄自己本能的欲望，而如果是独立的个体、个人，他是不敢随意发泄某些欲望的，他会对自己加以限制。但是当这个个体处于群体中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念头：群体不同于个人，是个无名氏，是不需要和个人一样去承担责任的。也就是说，他会产生类似法不责众的念头。有了这样的念头，那些约束着个人不敢发泄欲望的责任感就彻底消失了。第二个原因呢，是传染现象的存在，也是对群体的特点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呢，还决定着一种接受性的倾向。传染实际上是一种现象，我们可以很容易辨别这种现象是否存在，但是要解释清楚这种现象却不容易。我们可以把传染这种现象看作一种催眠的方法加以研究。在一个群体中，每一种感情和行为都是具有传染性的，这种传染的程度足以使每个个人随时可以准备好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掉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这种倾向呢，是与他的天性相对立的。如果不是因为存在于群体之中，他是不会具备这样的倾向和能力的。第三个原因呢，也是决定群体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与孤立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不一样，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这个原因
便是易于接受暗示。这个原因呢，是第二个原因互相传染所造成的。我们可以通过最近的一些心理学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经过不同的过程，群体中的个人会被带入一种状态，使他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意识，并且他对将他带入这种状态的人唯命是从，他不会想着再去改变，这就使他能够做出一些与自己的习惯和性格非常矛盾的举动。通过长时间的细致观察，似乎已经可以做出这种证明。孤立的个人如果长时间融入群体活动中，不久我们就会发现他进入了某种状态。或许是因为群体发挥了催眠影响，或许是一些连我们也不知道的原因，使他进入了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像一个人在催眠大师的催眠下进入被催眠状态，进入迷幻状态的感觉。被催眠的人大脑意识已经麻木，他的神经中枢呢被催眠大师控制，他变成了一个无意识只听从催眠大师差遣的奴隶。他的意志，他的辨别力荡然无存，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不再受自己的支配。或许处于心理群体中的个人所处的状态和被催眠的这种状态十分相似。他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的后果，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他的一些自主能力遭到破坏，但同时呢，另一些特殊的能力却得到了强化和提升。在群体的某个暗示下，他会突然非常冲动，一定要采取某个行动。我们来比较被催眠的人的冲动性和群体中的这种冲动。群体的冲动更难以让人抗拒，这是因为处于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冲动，而且呢，在彼此的影响之下，这种冲动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群体中，想凭借个性的强大来抵抗这种群体带来的冲动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几乎不可能有个人逆着群体的意识而行动。充其量说呢，这种人的行动只会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举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一句悦耳的话或者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有可能阻止一场群体性的血腥暴动。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9集。在这一集里，我们主要和各位谈到这样的几个方面：一、群体智力的下降和感情的变化；二、群体既容易勇敢无畏，也容易犯罪。通过之前讲过的内容，我们知道群体中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无意识人格的强势，有意识人格的消失。通过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群体中的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会向着群体共同的方向发展，并且呢，他们会立刻将这种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这个时候，这个人便不再是他自己了，他变成了意志受别人操控的玩偶。我们进一步讲，这个孤立的个人因为他成为了群体中的一员，这也就使得他在文明道德程度上倒退了很多。孤立的个人可能是个有教养有涵养的人，但是当他一旦进入群体，他就渐渐变成了一个野蛮人。这个时候，他的行为只受本能的驱使，他开始变得身不由己，他的感情开始变得狂热并且残暴，他的表现开始趋向于原始人。当然，他们也会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
与原始人的表现比较相似的一点是，他是心甘情愿被别人的言辞和形象影响。可是这个个人，如果他没有进入群体，还是孤立的个人，他便不会受这些言辞和形象的影响。一个群体中的人，他会被群体裹挟着，身不由己做出一些明显与他自己的利益和习惯截然相反的行动。作者在讲到这里的时候，用了诗意的表达。一个群体中的人，只是茫茫沙漠众多沙粒中的一个，在风的吹动下会飘到任何地方。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并不是每个陪审员都赞同的，而议会实施的法律和措施也并不是每个议员都同意的。更有甚者，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组成群体的那些国民工会的委员们，当他们还是孤立的个人的时候，都是有教养、举止温顺的良好公民。可是当他们处于国民工会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却可以毫不犹豫的、没有任何质疑的去执行一些非常野蛮的决定。比如说，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百姓送上断头台，让百姓失去美好的生命，并且他们失去理智，放弃了他们自身应有的权利，抛弃了他们自己不可侵犯的原则，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也是滥杀无辜。孤立的一个人与处于群体中的他相比较，不但在行动上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在他的独立性完全丧失之前，他的感情、他的思想就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了。这种变化可以让一个懦夫变成英雄豪杰，也可以让一个老实憨厚的人变成罪犯，还可以让一个怀疑论者变成忠实的信徒，甚至可以让一个吝啬的守财奴变成挥霍无度的土豪。作者说，公元1789年8月4日，那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那天晚上，法国的广大贵族一时间豪情万丈，他们通过投票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但是事后他们想想，如果他们当时没有处于那个群体，一定会好好的考虑这件事儿，或许就没有一个人会同意那么去做了。通过以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智力上，群体总是会比孤立的个人要低，但是从感情上和群体激起的行动上来看，群体的表现也许会比个人表现得更好，也有可能表现得更差。这种更好或者更差，完全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是什么性质的，也就是说，要看环境的刺激影响是什么样的。只研究犯罪群体的作家经常会有这样的误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结论。虽然群体经常会是犯罪的群体，但也不完全是，也会有充满英雄主义的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正是因为有群体，而不单单是孤立的个人，才能够让人不顾一切的以死为代价去行动，去维护一种教义，去保证一个观念的凯旋，会让一个人为了赢得群体的荣誉而满怀热情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作者举了2个例子，他说，最好的例子就是十字军那个时代，他们面对在没有粮草、没有装备的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向异教徒宣战，讨还原本属于基督的墓地。还有一个例子是公元1793年，人们捍卫自己的祖国。毫无疑问，这些表现出的英雄主义肯定存在无意识的成分，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些英雄主义才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如果人们只会冷酷无情，只会盲目的干大事儿，毫无疑问，世界史上将不会留下他们的身影，不会留有他们的记录。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第10集，第2章，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这一章节的主要内容有：一、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异变；二、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三、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四、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五、群体的道德。以上我们概括地介绍了群体的主要特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针对这些特点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必须指出，群体具有的某些特点，比如说容易急躁冲动、遇事缺乏理性、判断力和批判精神缺乏、喜欢夸大感情等等，这些特点总是在进化形态比较低级的生命体身上可以看到，比如说妇女、儿童以及野蛮人。不过这些多出现在少数群体中，我们不在本书中详细论证。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大多数的群体中可以看到的一些不同的特点。一、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异变。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刺激因素对群体的支配作用。作者说，前边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经说过，群体的行为基本上是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的。这种行为呢，主要是受到脊椎神经的支配影响，而不是受到大脑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十分相似。就行为表现来说呢，群体和原始人的行动都可以表现得非常完美，然而这些完美的表现并不是受到大脑的支配而实现的。群体中的个人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决定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群体中的人做事的时候完全凭借的是情绪的刺激，完全不过脑子。并且要特别说明的是，所有的刺激因素不管是什么，这些因素都会对群体起到控制性的作用，并且呢，群体的反应会随着刺激的变化而不停地发生变化。对此，作者简单的总结为，群体是所有刺激因素的奴隶。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和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是会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不一样的是，孤立的个人的大脑却不会受刺激冲动的摆布，他的大脑会约束自己，让他不受冲动的控制。这个意思是说，孤立的个人会动脑子，考虑是非对错，会考虑后果能否承受。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呢，就是孤立的个人啊，可以控制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孤立的个人有这种能力，但是群体中的个人却没有这种能力。作者说，基于让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这种原因呢，会服从各种各样的冲动，而且是极为强烈的冲动，有的是懦弱的，有的是勇猛的，有的是豪爽的、残忍的。正是因为这些冲动都很强烈，所以在涉及个人利益甚至性命的时候，都难以控制这种冲动。群体是极为多变的，因为群体总是服从于某些刺激，而这些刺激因素呢，却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群体可以突然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状态变成了与之相反的极为宽宏大量的状态，并且还表现出英雄主义。是的，
群体很容易做出抹杀别人的生命这一类血腥的事情。但是群体呢，也同样会表现得慷慨激昂、慷慨赴义。也正是因为有着群体的存在，才会有那些为了信仰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不惜流血牺牲的事情发生。作者说，如果想要深入地了解群体的这种特征，想知道在这方面群体能够做出些什么，我们没必要回想过去，遥望那过去的英雄主义时代。我们从最近的一次起义中就可以了解到，就在不久前，一位特别出名的将军布朗热将军振臂一挥，应者云集，轻轻松松就找到了上万人。只要是布朗热将军的命令，人们便会无条件的服从，为他的事业献出生命。所以群体根本不会提前做一些计划，他们总是先后的被不同的情感所激发，甚至可能是完全矛盾的情感。但是呢，他们又总会被当前的因素刺激影响，他们就像一些树叶，会被暴风卷起，向着四面八方每个方向飞舞。但是他们又都会有一个最终的归宿，那就是落在大地上。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1集。在这一集中，我们主要和各位谈到这样几个方面：一、群体不会深思熟虑；二、种族的影响。作者说，在接下来我们研究革命群体的时候，我们会多举一些关于他们感情多变的例子。群体的这种容易变化的特征，使得群体往往是难以被统治的。如果公共权力掌握在群体的手中，这种特征会更加明显。日常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必要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一旦对生活不再构成无形的约束，民众就几乎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另外呢，虽然群体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比较狂乱的愿望理想，但是这些想法却没法长久地维持下去，因为群体总是会受到当前因素的刺激，他们不可能做长远的计划和打算。群体的特点之一，冲动多变，如同野蛮人一样，当出现自己的愿望与实现愿望之间存在障碍的情况，群体是没法理解这种障碍的。当然了，他也不准备承认自己的这个特性，因为群体在数量上的强大优势，使得他感觉自己势不可挡。对于群体中的单个个体而言，他们似乎没有了不可能的概念，他们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孤立的个人却不同，他清楚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不能去焚烧宫殿，也不能去打劫商店，即使他有时也会受到这种诱惑，但是他可以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当个体成为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会自然地意识到群体人数的数量可以赋予他很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让他生出可以杀人劫掠的想法，并且他很容易就屈从于这种诱惑。而那些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种种障碍会被群体狂暴地摧毁。这个时候，人类的大脑机能会很容易就产生了大量狂热的激情。也就是说，在愿望受到阻碍的时候，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便是这种激愤的状态。种族具有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这种特点会对群体的急躁、激动以及多变而产生影响，就如同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研究的一切大众的情感一样。所有的群体
毫无疑问都是急躁并且冲动的。但是呢，这种急躁冲动的程度却有所不同。咱们举例来说，拉丁民族是一个群体，英国人呢也是一个群体，这两个群体就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别。作者说，近期法国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便可以很好的为这个说法提供说明。在25年前，有一份据说是某位大使被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仅仅是这样一份电报就触犯了众怒，结果很容易就引起了一场非常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就是发生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战争的导火索之一是担任普鲁士宰相的俾斯麦公布了一份电报，埃姆斯电报。这份电报极具挑衅性。同样的例子，几年后一份关于亮山的无足轻重的失败电文，同样也激起了人们的众怒，最终导致政府立刻垮台。与此同时呢，英国在远征喀土穆的时候遭受到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这样严重的失败在英国只引起了轻微的情绪反应，大臣甚至都没有受到解职处罚。可以说，任何地方的群体都会有一些女人气，而拉丁族裔的群体在大部分群体中女人气相对多一些。但凡是可以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其命运很容易发生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女人气的做法就像是在悬崖边上散步，指不定哪天就掉入了无底深渊。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2集。2. 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在这一小节里，我们要谈到群体是没有理性的。我们前面在定义群体的概念的时候，指出了它的一个最普遍的特征，那就是非常容易受到暗示，并且呢，我们还指出了在人类的群体中，这种暗示所具有的传染性可以达到的程度。这个概念就解释了群体的感情会向着某个方向迅速转变。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一点无足轻重，但是群体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他们期待注意，因此他们很容易被别人暗示。最开始的一个念头或者提示在群体中互相传染，很快就进入到群体所有人的头脑中，然后群体的感情会一致倾向某个方向。就像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所表现的那样，当他们处于某种暗示下的时候，这种暗示就很容易变成实际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是焚烧宫殿，也有可能是牺牲自我。但不管是什么，群体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做，在所不辞。群体的行动都取决于刺激这些行动的因素的性质。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孤立的个人与群体中的个人不一样。孤立的个人在受到某种暗示之后，如果他要采取行动的话，是取决于暗示的那个念头刺激产生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而且孤立的个人他所采取的行动将有可能与暗示的行动相反。也就是说呢，孤立的个人在被暗示影响到行动之前，会思前想后，把所有的利害关系考虑清楚，然后才会去行动。所以有可能呢，就会和群体中的个人选择不一样的方向。作者说，于是群体就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永远都在轻信，
永远处于无意识的领域，并且随时都会听从于所有的暗示。他们只会表现出激情，他们将理性抛诸脑后。在一个群体中，人们相信不可能的事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呢，在群体的眼中，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我们想要对那些编造虚假的甚至不存在的神话或者故事的能力有一定的理解，那么就必须记住这一点。群体轻信的事例有很多，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巴黎被围困的人。当时他们说，在那顶楼上出现了一道微弱的烛光，在周围的人看来，那就是在向围困他们的人发出进攻的信号。作者指出，这就是轻信，因为我们只要稍微的用理性思考一下，就会很容易发现，在数里之外的那些围困者，他们根本看不到这道烛光。在群体中是很容易产生一些神话的，或者说是奇迹的，这些会在群体中广为流传。这些神话奇迹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群体中的人们极易轻信这些事件，而且是因为这些事件在群体的思想中被神奇的曲解了。即使是一件最简单的事儿，并且呢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是同样可以在不久之后被谣传的面目全非。群体的思维是从想象开始的，但是想象本身呢，又会立刻引起一系列的想象，而且这些想象与其本身是毫无逻辑关系的。其实我们只要想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想象，因为我们同样也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某件事儿，并且因为这件事儿而产生一连串的幻觉。但是作为孤立的个人呢，我们是有理性的，理性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与这些幻觉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群体就不一样了，群体即使看到这些事件与幻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个事实，也像没有看到一样，完全忽略过去。然后群体会把扭曲曲解后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幻觉与真实的事件融为一体。群体很少会区分主观和客观，他们能把幻想出来的景象也当作是现实，尽管这些景象与真实的情况只有一点点相像。作者告诉我们，群体会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扭曲的想象，这种扭曲的方式看起来可能会很多很杂，会彼此不同，这是因为群体中的个人是不同的，他们的倾向也不尽相同，但是最终群体中互相传染的现象会让群体中的每个人对事件扭曲的程度逐渐变得一致，也就会让群体中所有人表现出的状态是相同的。群体对事件的扭曲是从某个人对该事件的第一次扭曲开始的，这是传染暗示过程的开始。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出现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之前，在这些人群中的某个人肯定已经知道了圣乔治的存在，于是暗示和传染就开始了。在此推动下，这个奇迹经过一个人的编造，立刻被所有人接受了。这就是历史上经常会出现的这种集体式幻觉的产生机制、产生过程。作者提出，这种幻觉好像具备真实性，它被一切人公认，因为它已经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但它真的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吗？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第13集。在这一小节里，我们要谈到集体幻觉与学识没有关系。作者说，集体幻觉好像具备真实性，它被一切人公认，因为它已经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我们如果想对上面的这段说法进行反驳的话，我们就不要考虑那些组成群体的个人所拥有的那点智力了，因为在他们进入群体的第一天开始，不管是博学的人还是白痴，都一样失去了观察能力。作者表示，这个论点好像又说不太通的样子，但是想要消除人们的疑虑，就必须对大量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可是这些研究呢，我们如果想要达到目的，那就不是写几本书就可以的。作者说，可是我又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一些没有得到过证实的主张，所以呢，我还是想从可以被此处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抽取几个事例。我们先说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因为它来自一个集体的幻觉。在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最有学问的，也有最无知的。这个事例曾被广泛引用，科学杂志曾引用过，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在他的书《海流》中也引用过。一艘叫贝勒波拉号的护航舰在海上寻找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突然呢，瞭望兵发出信号，表示看到了一艘抛锚的船舶。护卫舰的官兵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到了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几只船拖着，船上的人呢，正在发出求救信号。但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集体的幻觉。德斯福斯上将命令一艘船去营救他们。当营救的船快接近目标的时候，船上的官兵甚至看到了一大群活着的人，看到他们向前伸着手，甚至能够听到他们发出的各种混乱哀嚎的声音。可是呢，当营救的船真正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发现那一船人变成了几根树枝，长满了树叶。这根本就不是遇难者的木筏，它不过是从附近的海岸漂浮过来的而已。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那个群体的幻觉才彻底消失。这个事例把我们刚刚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和机制讲得很清楚了。在这个事例中，有一个群体，他们处于期待的观望状态，同时呢，又有一种暗示传递给了所有人。这个暗示就是瞭望兵发出的有遇难船只的信号。通过互相传染，这种暗示被这个群体的全体官兵接受了。作者说，眼前发生的真实的事件被歪曲，让无关的幻觉取代真相，这是常常发生在群体中的事情。这样的群体不需要很多的人，往往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了。形成这个群体的人，就算他们全都是博学的人，有着很丰富的科学知识，但是除去他们的专长专业之外，他们同样会表现出群体所应有的特点。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观察力、批判的精神全都消失了。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关系，而且非常奇妙。同时呢，作者说这个例子在最近的心理学年鉴中被提及。根据心理学年鉴的记载，著名的心理学家达维曾经进行过这样的一项试验。他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在这群人的中间甚至还包括有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再让这些人审查了物体，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上了标记之后，达维先生
当面演示了一场灵魂显灵的过程，并让这些观察家们把它记录了下来。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参与试验的杰出的观察家们得出的报告一致表示，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以超自然的手段获得的，而真实的情况是，所谓的灵魂显形只不过是达维先生以简单的骗术所造成的。从这项试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神奇的部分并非是骗术本身，而是这些目击者所提交的报告竟然极端的虚假。达维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是却起到了支配群体大脑的效果，甚至于让众多的目击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事情，从而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这是一种类似于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了即使对于那些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他们抱着怀疑甚至批评态度的人，这种能力还是影响了他们。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群体，并没有头脑非常严谨的人，那么让他们集体上当受骗，恐怕就更不足为怪了。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4集，在这一小节里，我们要谈到暗示对于群体的影响。事实上，关于暗示与集体幻觉的例子有很多。作者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报纸上报道的都是2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亡的新闻。现场有5-6个目击者也声称，他们都认出了这2个小女孩。所有人的证词都是相似的，不管审判官如何询问，显然他们说的都像是事实一样。最终签订完死亡证明，为这2个小女孩举行了葬礼之后，人们却在偶然间发现，原以为死亡的这2个小女孩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这2个小女孩和溺水死亡的那2个小女孩相比，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个例子同样告诉我们，现场第一个目击者是幻觉的牺牲品，然后他的证词会对接下来的其他目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些同类事件中，我们发现一般都发生于最开始的某个人受模糊记忆的影响，产生了幻觉，然后幻觉呢变成了一种暗示。当这种幻觉得到人们的认可之后，就会逐渐传染给其他人，造成以上事件的结局。作者说，如果遇到案件的第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觉得已经辨认出了尸体，当然使他做出判断的依据一般是一些具有特征性的东西，比如说一块伤疤呀，或者尸体的某些特殊的装束细节。这些特征所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种肯定的认知，它会征服人们本身具有的理解力，使人们本应该有的判断力消失了。那这个时候，那些观察者们再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客观的事件本身了，而是他们头脑中产生的一些幻象。就是重提的报纸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孩子的尸体竟然是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的。在这种现象中，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2种暗示作用。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是发表于1895年4月21日的《闪电报》的消息，说是有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的尸体，但其实这个孩子他搞错了，然后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就开始了。注意，这里发生了一件并不寻常的事情。在有同学辨认出尸体的第2天，出现了一个妇女，痛哭着喊着，天哪，竟然这是我的孩子。
这位妇女走进尸体，观察着孩子身上的衣服，又看着孩子额头上那个明显的伤疤，异常肯定地说：这就是我的儿子，不会错的。我的儿子是去年7月失踪的，他一定是在被人拐走以后杀害的。这个声称是孩子母亲的妇女是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在他认出自己的儿子之后，他的表弟也被叫来了。在讯问官问到他的时候，他的表弟说：是的，那就是小菲利贝。然后住在伏尔街上的好几个人也同样认出了这个孩子，他们都认定这孩子就是菲利贝·夏凡德雷。这些人中还有几个人是根据孩子所佩戴的一枚徽章所认出来的。但最终的事实令所有人大吃一惊，邻居、同学、母亲以及其表弟都搞错了。6个星期之后，那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最终的确认，小孩是一个波尔多人，是在那里被人杀害的，之后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一般情况下，做出这种错误判断的经常是一些妇女和儿童，他们也是最没有主见的那一类人。我们要知道，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实际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儿童，我们是不能轻易的将他们的证词当成真的。我们经常说童言无忌，但只要大家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就会知道，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儿童一直是撒谎的那一方。虽然我们也知道儿童的谎言有很多是出于无奈，但谎言就是谎言。作者说，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只用孩子的证词就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其实还不如用抓阄的方式更加合理呢。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5集。在这一小节里，我们要谈到集体的证词的价值与史学著作的价值。我们继续回到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结论很明显，他们的集体观察有着极大的可能性会出错。大多数时候，他所表达的内容在传染的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很多事实都可以证明，我们应该更加理智地看待集体的证词，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不靠谱的，甚至可以达到极其不靠谱的程度。作者说，色当战役发生在25年前，也就是1870年9月1日，有数千人参加了这场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那些目击者的证词很是矛盾。如果通过证词来判断，我们根本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真正的指挥这场战役。沃尔斯利爵士是英国的一位将军，他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至今还有人在犯事实性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曾经都是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以上的事实都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真正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在讨论逻辑学的文章中，那些无数人一致同意的事情常常被用作文章事实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呢，通过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我们知道那些讨论逻辑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重新审核的。作者指出，我们发现越是受到严重怀疑的事件，往往越是那些观察者众多的事件。说一件事情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证明过，通常也就是在说这种公认的技术与这个事情的真相相差甚远。作者说，通过以上我们讨论的各种事例，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史学著作只能是纯粹想象的产物，他们是对观察有错误的事实所做出的一种无根据的记述，同时混杂着一些个人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可以说，写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虚度光阴。如果说历史没有文字、艺术和不朽之作用来为其记录，我们对真相就会变得一无所知。有一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比如说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甚至穆罕默德，我们拥有的对他们的记录是真实的吗？事实上，有可能一句真实的记录都找不到。作者说，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真实的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那些伟人在大众的神话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而已。打动群体心灵的往往是神话中的英雄，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不幸的是，神话被人们清楚地记录在各种书籍中，而神话本身并没有什么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流逝，尤其是在种族的影响之下，群体的想象力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这些神话。作者说，在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和19世纪法国著名的天主教修女圣德蕾萨所敬爱的上帝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同样，在中国备受崇拜的佛祖和印度人尊崇的佛祖都是佛祖，却没有什么共同点。神话中的英雄因为群体不同，想象力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有些英雄会渐渐离我们远去，有的也只会存在数百年的时间而已，甚至在几年内就会发生转变。作者说，我们的时代便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那些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神话，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就改变了多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里，拿破仑是一位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是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世人的眼里，拿破仑无疑会长期存在于那些乡村人民的记忆中。30年过后，拿破仑这个人间英雄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暴君，并且嗜血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他篡夺权力，毁灭自由，让300万人轻易地命丧黄泉。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学者们面对这样互相矛盾的历史记载，也许他们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是否真有这样的伟人？他是不是真的英雄？就如同现在的我们会对释迦牟尼产生怀疑一样。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者说传奇演变。对于这种情况，即使缺乏确定性，这些未来的学者也会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较，他们将更明白群体的心理特点，他们将更清楚历史并没有保存记忆的真实能力，保存的只有神话而已。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6集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这样几个方面：一，群体在感情上容易走极端；二，群体不允许存在不确定和怀疑。作者说，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呢是多种多样，有好有坏，但是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简单且夸张。
这一点就像群体的其他特征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的表现类似于原始人，因为群体没有办法做出太为细致的划分，所以他们会把事情当作一个整体，群体看不到中间是否存在过渡状态。作者的这话，个人理解，群体看待事情会有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感觉。作者指出，群体情绪的夸张呢，还受到别的原因的影响，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只要它能够表现出来，那么在群体中通过暗示以及传染，这种感情就会非常迅速地传播开来。如果是群体明确赞扬的目标，那么目标所拥有的力量就会迅速扩大，迅速增长。群体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怀疑以及什么是不确定，这就是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群体像女人一样，她一下子便会走入极端。如果你心存怀疑并且表达出来了，立刻就会成为群体排斥你的证据，而且这种排斥是不容辩驳的。有反对意见或者对一些事情心生厌恶，这种情绪如果是发生在一些孤立的个人身上呢，那没有什么。可是如果这事儿是发生在群体中，那么这种情绪立刻会引发群体的勃然大怒。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为群体的责任感消失而得到强化，尤其是在意志的群体中。意志群体呢，就是由不同成分，比如等级、阶层或者宗教而组成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中的人数越多，就越会这样，因为人多势众会让群体中的个人自然产生拥有力量的感觉，尤其是当群体中的个人觉得不会受到惩罚的时候，群体会表现出相对于孤立的个人绝对不可能表现出的情感和行动。加入到群体里面之后啊，那些无能的人、傻瓜、心怀嫉妒与怨恨的人就会摆脱自己那种负面的感觉，也就是说呢，他们不再感觉自己是个无能的人，他们会感觉到自己拥有了巨大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呢，通常是短暂且残忍的。作者说，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啊，很不幸是常常表现在恶劣的感情上，并且使这种恶劣的感情更为恶劣。群体的表现呢，就像是原始人带着隔代遗传的残留本能一样，这样的群体就和那些群体之外的孤立的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孤立的个人身上会背负有责任，同时孤立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就不得不对这些本能的残留进行约束，而群体中的个人则不会这样，所以群体更容易干出那些极端恶劣的勾当。但是呢，在一些巧妙的力量的影响之下，群体同样也能表现出献身精神，表现出崇高的美德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群体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将这种品质表现出来。这一部分呢，我们在后面研究群体的道德的时候还将会详细阐述。第17集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这样的几个方面：一、群体的感情容易偏执专横；二、引起偏执专横的原因；三、群体面对强大的政权总是卑躬屈膝。作者说，群体的感情是简单而极端的，所以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想法、意见和信念，对于群体来说，他们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要么将它视为真理，要么就认为那是谬误。一种信念或者理念通常都是用暗示的方法去进行诱导，而不是
当然也不可能是用正确的理由和事实去分析解释。相信大家也早就知道了，对人们头脑的专政控制以及与有关宗教信仰的偏执都是如此在操作。作者说，对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论，其实群体的确也是会心存怀疑的。但是呢，另一方面，群体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于是他们便给自己的偏执、自己的思想赋予了专横的性质。孤立的个人呢，是会去接受质疑，去讨论，去争论，但群体却不会这么做。个人理解，群体是不会认为群体是错的，群体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群体真的错了，群体也会去证明群体的错其实是对的。作者说，这种现象如果表现在公众集会上，公众演说家当众说了一个哪怕是非常轻微的反对意见，他也会立刻招来观众的谩骂和怒吼，然后在一片哗然的驱逐声中和不屑的声音中，相信演说者会很快败下阵来。甚至如果现场没有政权的捍卫者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话，那么提出反对意见的演说者甚至有可能会被打死。偏执和专横是一切群体的特征，但是呢，各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偏执和专横呢，又各不相同。在这个方面，基本的种族观念会不断的表现出来，支配着人们的感情和思想。作者特别提到，偏执和专横这种现象在拉丁民族中表现得更为激烈。拉丁民族的专横和偏执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实际上，专横和偏执在拉丁民族的发展已经完全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个人的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会关注集体的独立性，但是他们只是关心自己所在的集体，他们对独立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他们认为必须让那些和他们意见相反的人立刻转变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他们不允许有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作者说，自从宗教法庭时代到来之后，在各拉丁民族中间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他们对独立和自由的理解从没有过其他的阐述。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就是专横和偏执。处于群体中的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暗示他们或者煽动他们的这种情绪，他们会随时付诸于行动。群体的这种感情使他们很容易对强权俯首称臣，但如果是有仁慈的人对他们劝说，他们却反而听不进去。他们会认为仁慈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表现。群体不会臣服于性情温和的主人，但却对严厉欺压他们、压榨他们的暴君表示认可，并且呢，他们会为暴君们树立起崇高壮观的雕像。没错，他们喜欢对那些已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曾经的专制者施以残酷的虐待，但那是因为这些专制者们已经失势了，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了。这样的专制者会让人蔑视，因为他不再具有强权，也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凯撒那样的英雄，凯撒的权力会威慑着他们，凯撒的权力呢会吸引着他们，同时凯撒的利剑更让他们心怀敬畏。个人理解，群体恐怕用欺软怕硬来形容也是很准确的。作者说，群体会欺侮弱者，对强权却是低声下气的臣服。强权不可能一直都强，强权呢也会得势或者没落，这种时断时续、浮浮沉沉的状态也让追随他的群体反复无常。当强权得势时，群体也跟着无法无天；当强权失势时，他们又
卑躬屈膝。作者指出，如果我们认为革命的本能会在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那么我们就上当了，我们对群体的理解就完全错了，我们误解了群体的心理，因为在群体中占主导作用的是群体的暴力倾向。但是呢，群体的这种反叛和破坏行为的暴力倾向总是十分短暂的，因为群体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而且这种支配呢还是十分强烈的，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屈服于世俗的等级制度，群体会变得保守起来。如果继续放任他们不管，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变为奴才一样，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比如当波拿巴获得强权时，他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让每个人都敬畏他的铁血政策。然而呢，那些最为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呢，却对此发出了欢呼声。作者告诉我们，要想真正理解历史，理解民众的革命，那就必须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没错，他们确实有可能希望改朝换代，甚至为了取得胜利，取得这种变革，他们会发动暴力革命。然而呢，我们从本质来分析，它仍然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不论什么种族仍然需要等级制，所以他们才能够得到种族的服从。作者强调，群体像原始人那样有着很强的保守本能，他们的多变只是反映在表面的一些事情。群体是保守的，他们更尊崇传统。群体其实是极其恐惧新鲜事物的，因为他们保守，所以他们对新出现的可能会改变他们生活状态的一切事物感到恐惧。比如机器织机的发明，还有铁路、蒸汽机的出现，在那个时代，如果掌握着政权的是民主派，那么这些发明的出现将是非常艰难的，即使真的实现了，也肯定要付出革命和血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些伟大的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掌握了权力。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8集5，群体的道德。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这样几个方面：一，群体的道德标准有时比单独的个人高尚，有时更低劣。2，如何解释群体的道德。3，群体被个人利益所左右的情况很少见。4，群体的道德具有一定的净化作用。作者说，什么是道德呢？如果我们认定道德代表的是持续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并且需要不断地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的话，那么对于群体来说，因为他们太容易冲动，又非常多变，所以群体肯定就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我们认定的道德包括一些在短时间之内就表现出来的品质，比如说献身精神啊、舍己为人啊、自我牺牲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群体也会经常表现出很高的道德。有少数心理学家在研究了群体之后，他们眼中只有群体的犯罪行为，而且在他们的眼中，群体这种犯罪行为还是非常多见的。这就导致了他们会得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这么一个结论。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经常存在。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有着从原始时代就保留下来的野蛮和破坏的本能。
这种蛰伏在每个人身上的本能，对于孤立的个人来讲，因为他个人的力量太小，如果想要满足，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当个人加入了一个群体，恰好这个群体又不负责任，那么他们就会使他放任这种本能，因为他们加入群体后就很清楚他们的力量变大了，甚至他们有可能不会受到惩罚。作者说，在生活中我们是不会把这种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施加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但是呢，为了满足，我们通常会施加在动物身上。群体会表现出一种懦弱的残忍，他们会将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慢慢杀死。这种残忍同群体捕猎相比，似乎有着相同的根源，而且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猎人就是经常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带着猎犬慢慢的围剿和捕杀一只没有反抗能力的鹿。群体会杀人放火，他们无恶不作，但是群体并非全部如此，他们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崇高的行为，比如说献身、牺牲以及一些不计名利的行动。这种极其崇高的行动是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孤立的个人更多的会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那些极其崇高的号召，如光荣、爱国主义、名誉等，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使他们兴奋甚至慷慨赴死。作者介绍说，像这样的事例历史上多的是，比如1793年的志愿者，还有十字远征军。只有群体才能表现出那种伟大的、不计名利的、英勇献身的精神。群体会为了一些一知半解的信念、观念，甚至是别人的只言片语，就英勇的面对死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成千上万。那些经常举行示威游行的群体，他们可能不是为了多一点薪水以养家糊口，而是仅仅为了服从一道命令。孤立的个人行动的动机只有私人的利益，但是这种私人的利益很难推动一个群体的行动。作者说，在很多次战争中，按说群体的智力应该是不足以理解这些战争的，支配他们的也肯定不会是私人利益，但是在战争中他们却甘愿被人屠杀。这些群体就像是被猎人催眠了的小鸟一样。而且呢，这种严格的道德纪律也可能会出现在一群穷凶极恶的坏蛋中间，而这些坏蛋愿意遵守道德纪律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群体中的一员。有一个事实，泰纳希望人们引起重视，那就是发生于1792年的9月惨案。罪犯们从牺牲者身上获得了大量的钱包和钻石，他们本可以很容易的据为己有，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全部交了出来，放在会议桌上。还有1848年的那段革命期间，在占领了杜伊勒里宫后，群众们欢呼着呼啸而过，但是他们没有抢夺那些珍贵的财物，而这些财物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任何一件物品都可以换得多日的面包。作者指出，群体会对个人的这种道德产生净化作用，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常规，但是却可以经常看见。我们刚才说的环境比较严重，比较特殊，但即使不是这样的环境，也是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作者说，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剧院里观看话剧的观众都会要求话剧中的英雄有着超出现实的夸张的美德。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在一些集会上，即使组成群体的成员品质低劣，但是也是能够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形态。在一些庄严的聚会的场合或者是交谈中，一些桀骜不驯的人、拉皮条的下等人，亦或是粗人，也有可能在这种场合中呢，突然变得柔声细语起来，文明起来。
虽然这种场合他们即使保持原有的本色，也不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个人对这一点的理解是，群体会对其中的个体产生一种不自觉的约束，因为群体中的个人是害怕被群体所排斥在外的。作者说，虽然群体经常会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表现出恐怖的极端倾向，但是他们中也不乏高尚道德的典范。如果我们把表现出顺从、绝对的献身精神以及不计名利的行为都可以算是美德的话，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认为，群体经常会表现出这种美德。同时，群体所达到的高度水平是让人吃惊的，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达不到那个高度。这种美德，群体在表现出来的时候当然是无意识的，但是并不会影响大局，甚至我们不应该过多的责备群体，经常说一些他们总是受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的话，说他们不善于动脑筋。可是如果让群体中的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开始动脑筋去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地球就不会产生伟大的文明，同样，我们的人类也不会拥有那么久远的历史。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9集，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或者让个人着迷的观念。第二类呢，就是基本的观念，在遗传规律、公众意见和环境的影响下，这些观念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作者举例说，像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观念以及过去的宗教观念等，都属于第二类基本观念的范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基本观念，在我们的父辈中是被他们视为人生支柱的，但是现在这些观念却发生了动摇，开始摇摇欲坠，这些基本观念的稳定性已经丧失了。同样，在这些观念上建立的制度和政权也开始严重动摇。作者说，刚才我说的第一类，那种来去匆匆的观念，每天都在大量的形成，但是因为其受到一时的环境影响，它们很少具有生命力，也很少能够发挥长久的影响。群众能够接受的观念，一定是具有简单明了、毫不妥协的形式，并且呢，还拥有绝对化的特点。这样的观念才会产生有效的影响。这些观念呢，会以披上形象化的外衣这种方式被群众所接受。这些形象化的观念，就像操纵者从幻灯机中取出的一张又一张的幻灯片一样，它们可以互相取代，在它们中间也可以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连续性和相似性。作者指出，这就解释了一种现象，我们会看到非常矛盾的几种不同的观念，却在群体中同时流行传播。随着时机的不同，群体呢会处在群体的理解力所能够达到的不同的观念的影响下，所以群体会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也正是因为群体没有批判精神，所以他们完全觉察不出这些观念的矛盾之处。当然，并不是只有群体才有这种现象，在孤立的个人当中也会看到这些现象。这些个人可不只是野蛮人，而是在智力上的某个方面与原始人接近的所有的人。比如说，某些宗教信仰的狂热宗派的人就是这样。作者说，我曾经看到一些印度人，他们在我们欧洲的大学里接受教育，
有很好的教养，并且呢拿了文凭，可是在他们的身上也表现出了这种现象，很是让人费解。他们所学的西方观念会附着于他们民族的基本观念，或者他们民族的社会观念上，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来不同的观念。这样的人，他们的言谈举止会显得极为矛盾。但是呢，与其说这些矛盾真的存在，还不如说呢，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因为想要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只有那种一成不变的世代相传的基本观念，只有这种观念才能变成他的行为动机。一个人的行为想要真正的表现出截然对立，只能是这个人在不同的种族通婚的这种情况下，受到不同的传统观念影响才会出现。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虽然十分重要，但是我却不想过多的纠缠，讨论的篇幅再大也没有意义，因为想要真正理解他们，至少要在世界各地周游一番，并花上至少10年的时间。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